李强日前在中共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表态，让观察人士惊呼公开和习近平的政策开打了。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李强真的是在和习近平唱反调吗？这对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和经济发展又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分析一下这场李习之争。大家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真。李强日前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了要做强国内大循环，提振消费以及清理不合理限制。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没错，这正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大，消费不振，这几乎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事实。李强作为国务院总理提出这些措施，本是职责所在，也符合大众期待。但问题来了，就在2个月前的5月份，习近平可是力推了一项禁酒令，明确公务接待烟酒全禁。政策一出，可以说是雷厉风行，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严禁公款消费酒水。一些地方推出了更为详细、更为严格的规定，例如一些消息指有地方已经勒令公职人员3人以上不能聚餐，避免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甚至扩展到了私人消费层面，让不少人对饮酒消费产生了顾虑。这禁酒令对餐饮业的打击有多大？各位想想就知道了。大家想想，一边是李强在说要提振消费，要清理不合理限制，另一边却是禁酒令导致餐饮业萧条，消费萎靡，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就好比一个人想把水倒进杯子里，另一个人却在不停地往外舀水。资深媒体人王健指出，这明显是一种政策上的冲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冲突。那么问题来了，面对习近平的禁酒令，李强为何敢于在这个时候提出与之相悖的政策方向呢？难道他真的有实力跟习近平叫板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视线投向中共高层的权力结构。长期以来，我们都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不断成立各种中央深改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小组治国。这些小组直接隶属于党中央，组长通常都是习近平本人。这样一来，原本应该是最高行政机关的国务院，权力就被极大程度的架空了。很多重要决策都不是通过国务院来制定和实施，而是直接由这些小组来拍板。这也导致了总理的权力被弱化，甚至给人一种弱势总理的印象。但最近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日经亚洲资深社论撰稿人中泽科二7月17号撰文，援引接近中南海人士的消息，以及浙江领导干部会议透出的信息指出，中共政治局上个月底审议党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开始对这些小组权限进行限制，甚至是精简瘦身。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原本被小组分流的权力可能要重新回到国务院手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李强敢于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直接针对经济问题提出与之前政策方向不同的意见。这不再是单纯的分工，而是更高层次权力分配的调整。这项条例的落地，很可能就是李强能够开始掌实权的关键。回顾过去，李强刚上任总理的时候，很多分析都认为他是一个弱势总理。原因很简单，他是习近平的亲信，被认为是习的大管家，甚至有人说他只是习近平的执行者，没有自己的独立施政空间。大家还记得吗？在李强刚刚上任之初，官媒对他活动的报道往往显得比较压抑，李强的消息往往上不了头版，而且报道相当滞后。然而最近李强的势头似乎在悄然上升，他不仅在公开场合频繁露面，对经济工作的表态也越来越明确和主动。人民日报的头版甚至一度连续多日只见李强而不是习近平的踪影，这不免让人联想到网络上流传的一些说法，以及一些海外评论人的爆料。这些爆料虽然无法完全证实，但结合我们看到的公开信息，却也呈现出一些值得玩味的一面。海外时评人苏小河近日爆料来自北京的消息说，胡锦涛目前在中共官场中的真实职务全称是中共中央临时决策议事协商委员会主任，而张又侠就在幕后给胡锦涛保驾护航。
接下来，从中共4中全会开始，习近平将成为一名看客。海外时评人士李大宇近日也透露，一位来自北京的消息人士告知，8月将发生大事。这位线人曾准确预告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出事，其家遭抄查。林向阳自今年3月起就人间蒸发。海外时评人士蔡胜坤近日也曾爆料，来自军中确实的消息，习近平将在8月份正式官宣退位。尽管过去蔡胜坤一直认为习的权力稳固，但此次匿名信的内容令他感到警觉。他回信向匿名人求证，得到的回复是非常确定。不过，目前他获得的党内消息仍普遍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并没有外界传闻那么糟糕。这些爆料无论真假，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中共高层的矛盾正在升温，权力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李强这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表态，如果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去看，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了。这可能不仅仅是政策上的微调，更可能是高层权力再分配的一个信号。亲爱的观众，今天我们分析李强的最新表态，以及他与习近平禁酒令之间的矛盾。我们也结合了日经亚洲的报道，探讨了党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对国务院权力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分享了一些海外评论人关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传闻。现在，我想把这个问题抛给您：您认为李强是习近平放出的一个烟雾弹，用来迷惑外界、缓解经济压力，还是说李强真的正在夺权？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